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93阅兵刚落幕，本来想秀肌肉，结果先被一张照片笑掉大牙。长安街上，一架战机被卡车拖着走，尾喷口红得发亮，就像发动机还在轰轰转。网友群嘲：这是边阅兵边起飞吗？还是烤红薯卖给观众？有人笑说忘拔钥匙了，还有人调侃 LED 灯，谢谢。就这张图，把中共的庄严大秀秒变成全网梗场。可笑归可笑，镜头背后藏的信号可一点都不好笑。这场耗资360亿的阅兵，7大异常同时出现：胡锦涛缺席，张又侠升格，何卫东失踪，总指挥降格，常委混作，没有单人特写，还有政治局委员集体降格曝光。这些画面拼起来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。习近平真的还坐得稳吗？更魔幻的是，就在阅兵前夕，重庆大学城一束投影划破夜空，打倒红色法西斯，推翻共产党暴政。这一束光跟长安街喷尾的红光形成了最讽刺的对比，一个是假秀肌肉，一个是真要自由。今年9月3号这场所谓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，看上去阵仗很大，但细看镜头，7个异常十分刺眼。最大的看点之一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没跟其他政治局委员坐2排，直接进了天安门城楼第1排，和现任正国级坐在一起。这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在中共的礼仪里，座次等于级别，直播镜头等于官方定调。这不是随便做，这是权力的排序。我先讲2件定位的异常。最先引发热议的就是胡锦涛的缺席。画面里能看到，现任常委中有李瑞环、温家宝、汪洋、王岐山等共15人站上了天安门观礼台。然而胡锦涛、朱镕基、宋平、罗干却没有出现。要知道，在2015年的阅兵上，所有现任常委都到齐了。如今胡锦涛缺席，是单纯的健康原因，还是背后存在更复杂的政治考量？这立即引发了外界的高度猜测。其次就是张又侠坐到了第1排，按老规矩，现任政治局委员应坐在第2排，但这次张又侠破例，与正国级现任和卸任常委同排同框。同时，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缺席，他自今年3月两会后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，外界传闻不断。一个升格，一个缺位，对比非常强烈，引发外界猜测，张又侠会以具有正国级地位。接下来5个镜头与座次的异常，咱们一口气讲清。第一是习近平左右的座次，按照中国传统礼仪，以左为大。这次习左手第1人是金正恩，右手第1人是普京。以往2015、2019年阅兵的排位，习近平左边第1人都是前党魁江泽民，右手边第1人2015年是普京，2019年是胡锦涛。这次习左手是独裁者，右手是战争犯，这种安排的背后很值得思考。第二是中共现任常委和外宾出现混坐，之前的惯例是在江湖之后按常委排名顺序坐，这次常委和外国政要穿插，再按排名分左右间隔排坐。简单说，就是把内政序列与外事礼宾搅在一起了，很不寻常。第三是现任常委没有给单人特写。2015年几乎每个常委都有约4秒的独立镜头，2019年也基本逐一扫过。这回没有单人特写，而是1到2名常委与5到6名外宾同框，镜头停留6到7秒，等于在淡化个人处境。第四就是现任政治局委员也没被逐一扫描，过去央视都会按笔画顺序镜头扫一遍，今年集体降级曝光，镜头没有逐一扫过。最后就是阅兵总指挥降格，2015年是北京军区司令宋普选上将，2019年是中部战区司令尹晓光上将。按惯例，今年应是中部战区司令担任总指挥，但却是中部战区空军司令韩胜言中将。外界联想到中部战区司令王强此前缺席8·1招待会，这次又不是总指挥，是否也出事了？也有人据此解读，阅兵规格被整体降级。在这种顶级政治场合，谁坐哪儿，谁和谁同框，
镜头给几秒都是写在镜头里的全力注视。这次同时出现胡锦涛缺席，常委和外宾混坐，常委和委员集体降格出镜，总指挥降格，以及张幼霞措辞升格，这些信号叠加起来，外界普遍认为高层与军中暗潮汹涌，并且不排除人员变动的可能。1个月后的4中全会可能会有新的人事与路线风向，其中张幼霞的走向值得持续关注。阅兵规格降了，笑点却涨了。接下来这张神图让长安街的庄严变成了梗场。一张照片，军车拖着一架战机过长安，尾喷口红得发亮，就像发动机还在工作着。眼见网友惊讶，这叫边检阅边起飞吗？ X 平台的波博士发图调侃，共军真牛，发动机都没关就拉出来游行了。评论区瞬间铺满500多条回复，群嘲开席。有的说里面加的是果木炭吧，烧煤球烤红薯，走完长安街正好出炉。下面卡车没油了吗？靠上面推。有的说皇帝的新装，挖地赶集法西斯庙会。还有的说忘记把钥匙了。LED 灯，谢谢。没把潜艇拖出来算不错了。也有技术派出来灭火，有人说是灯光效果，或者尾喷防护塞模型红漆，但在密集的书流里，这些解释显得很无力。舆论已经一边倒，视觉效果先把笑点引爆了，舆情外溢到了市场。当天军工股惨跌，网友嘲讽说尾喷造假，股价冒烟，还有人直戳痛点，神话破功的象征。这张图为什么杀伤力大？因为阅兵是一场高度编排的政治秀，讲究完美无缺，结果一张疑似穿帮的画面，让观众从冷眼旁观秒切到全民恶搞。在镜头时代，只要画面说不圆，解释就很难追上笑点。一场想要稳稳控场的阅兵，最后变成了网际网络的狂欢。最魔幻的地方在于，镜头越想显得庄严，越容易被一个小细节击穿。我们从长安阅兵的道具式红光切换到重庆的抗争之光，同样是光，一个是欺骗的表演，一个是要自由的抗争。这是近日接受中央社采访，目前身在英国的戚红的讲述。我1个星期瘦了10几斤，太太的脸色也很差，整个人都处在紧张和不安中，因为担心连累亲友。他9天前在重庆大学城高楼上投射出反共标语。事件在监控密布的中国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，震惊了海内外。戚红说，事发后第2天，警方就找上了他老家的村屋，盘问他年老体弱的母亲，他的2个在重庆的朋友也被抓去审讯了。戚红1982年出生在中国农村，16岁辍学打工。他年轻时因没办暂住证，常常在北京、广东被警察拘留殴打。后来他安顿在北京，接触到许志勇等维权律师，思想一点点发生了变化。小时候我常常感到无力，有时候甚至想报复社会，但后来学佛让我懂得仇恨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不想再忍耐，更不想一直低头。谈到这次行动的原因，戚红表示，除了受到北京四通桥勇士彭立发挂横幅标语的启发，也深感继续在中国的生活没有意义，觉得喘不过气来了。这种生活和自己想要的与生命本身是有冲突的，活得没有希望感。他认为抗议行动本身并不难，关键是决心。他说，担心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不喜欢忍耐，而是更加悲愤各个阶层被对待的方式。他并没有想到这次行动回响这么大，更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勇士。这次投影行动他计划了很久。戚红说，我早就准备出国，我知道只要开始行动，可能就永远不能回去了。他带着妻子和2个孩子前往英国，然后通过远端方式控制设备完成投影，甚至连他的妻子都不知情。8月29号那天晚上，重庆大学城的一栋高楼外墙上投出了巨幅标语，打倒红色法西斯，推翻共产党暴政。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，自由不是恩赐，要去夺回。起来吧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。
起来反抗，夺回自己的权利。不要谎言，要真相；不要奴役，要自由。暴政共产党下台。警方花了近50分钟，才在一家旅馆房间里找到投影设备，而屋内的监控还拍下了警察破门冲进、慌忙关机的画面。祁红早就给他们留好了一封信，信上写道：也许你现在是受益人，但在这片土地上，有一天你一定是受害者。他奉劝警察们不要助纣为虐。祁红投影的视频迅速传遍海外社交平台，但在中国网络却被彻底封锁，只有个别自媒体用向勇士致敬这样的标题简短发声。记者问他：你不怕吗？这么严密的监控还能成功？祁红笑了，说：再严密的监控也有漏洞，你能监控我，我也能反过来监控你。他说自己根本没用什么高科技，就是普通的离射雕刻机加上投影仪，加上一点技术手段，远端操作而已，全是现成能买到的设备。他认为此事发生后，当局肯定会开始加强旅馆登记和设备销售的监管，但他说，除非你不让人住旅馆，不让人用刀，不让人买投影机，否则阻止不了。说到信仰，祁红说自己学佛多年，对人有怜悯，不愿意仇恨。他说，我理解那些在中国社会失控状态下做出极端行为的人，他们不是天生坏，只是活得太苦太无望。而他选择了理性行动，让这个世界看见真实的声音。现在祁红一家已经在英国开始新的生活，他知道未来充满不确定性，但他说得很清楚，我肯定不能回大陆，就算让我回去，也肯定不会回去。去那个地方，死和活没什么区别。最讽刺的是，祁红打出打倒红色法西斯标语的那晚，正是中共准备举行大规模93阅兵的前夕。一个用投影呐喊自由的个体，一个用军力展示权力的政权，两者之间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。这次投影事件，祁红想告诉人们，我们不能永远沉默。一个人，一台投影仪，一栋楼，它点亮的不只是那一晚的重庆高楼，还有很多中国人心中那个渴望灭共的火。视觉就是叙事，细节也埋着教训。在特殊日子里，符号就是高压线。这部9月5号武汉大学研究生开学典礼，本来想着点创意，从高空看出一个大大的 WHO， 结果呢，白色椅背正中一个红圆贴，照片一传网，这不就是日本国旗吗？卓尔体育馆里，为了引导学生按造型就坐，工作人员在白蓝椅背上贴了红色、黄色、五角星等不同形状的标签，从高空看拼出我爱 WHO、 1893建校日和2025这些图案。可关键是红图贴在白椅背正中，视觉撞车就发生了。网友反映，93阅兵刚过，这审美和政治敏感度也太大胆了吧，有1万种方案，偏偏选最像那一个。这是示意图还是示威图？图片一度上了热搜，随后平台删图，反而让讨论更火爆了。武汉大学校方次日发了情况说明，表示这只是入场分区标识，形状有图也有五角星，白椅背上红圆贴引发误读，深表歉意，以后会更注意细节。网上舆论分成降温派和上纲派，有人说无心之过，别动不动就上升到立场。大 V 司马平帮火力全开，直指武汉大学真是病了，而且是不治之症。微博账号木木会游泳的鱼质疑称，这算示威吗？武大的书记去日本出差了吗？胡锡进也凑热闹，撰文评论事件说，相信事件是武汉大学的无心之过，借他们100个胆子，那个大学里也不会有人敢在这样的日子里耍滑头，给小日本的军国主义招魂。为什么会炸？时间点撞上中共大搞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的敏感期，白底加红圆就从设计问题升级成政治符号冲突了。你说这不是倒霉到有理无处说吗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